马糕，麻糕，哎这是常州的麻糕，是吧？马糕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豆沙，这有豆沙馅儿，哇，特别新鲜的，是不是今天刚做出来的？今年我刚丰收的，还挺脆的。然后我呢，把这个麦子呢，我又把它起了个名字，就叫苏麦。为什么叫苏麦呢？这个麦种它是从东坡的祖籍地河北栾城，河北栾城的麦子。这个就是我刚收的，打出来的麦粒。哎呦，这就是苏麦。我把它引种过来以后呢，既是一种，我是它后人，是一个血脉的延续，也是一种传承。苏麦吧，我觉得挺合适。苏轼就像一颗不断迁徙的麦种，他曾在黄州筑学堂，后来又在阳县乃田，渴望在常州安家，总想择一地而终老，但却注定一生漂泊。他将归舟何处？6月雨后，罗浮山下，妃子笑荔枝率先迎来成熟季。绍圣元年，苏轼再度被贬蛮荒之地岭南惠州，日暮途穷，他写下“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”的诗句。其实早已下定决心，此生埋骨岭南。岂料一纸诏书又将他抛向更为蛮荒的儋州。这个桥啊，苏东坡的诗词里边叫长桥，长桥，眼明飞阁复长桥，看到的就是这里。东坡先生当年从这里走过，一定是今天看来涛声依旧啊。这个高第啊，当年就是通朝驿。那就是他到海南的第一站。对了，他到海南住在通朝驿，是个驿站。苏东坡当年来的时候啊，特别是登上这个通朝阁啊，他就可以看到海对岸。他说：“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我看到那个中原大地啊，在我的眼前就像一条头发丝一样飘飘摇摇的。说明他来的时候，他还是心系中原。是的，是吧？他那个时候来的那种窘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当年的海南被中原的人们认为这是张力之地啊，所以被贬到海南的目的就是我不想见到你了，你自然在这里就自生自灭了。他来之前就说，我到海南之后，首先做一个棺材，然后做一个墓地。苏轼来海南的时候说，海南有6吴，是吧？对，
食无肉，对，病无药，是居无室，是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。您的真是中文专家。这个六无是苏东坡到儋州以后啊，发现这个环境之后，给朋友写信记下来的。它里边还有一句话呢，叫做“上有此身，浮于造物”。我虽然六无，但是我还有什么呢？我还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生命啊！我要把我这个身体和生命啊，还给造物主，还给天地。这样我的生命就和天地共存。东坡在儋州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相传他去拜访朋友李子云，途中遇雨，便向农家借了竹笠与木屐。这个形象呢很奇怪，怪模怪样的。因为他身上还是穿着文人士大夫的服装官服，又戴着农民的帽子和鞋，这种反差，现在的话就是混搭。对对对，旁边的妇人啊、小孩啊都在笑他，连狗都在追着他叫。但是苏东坡微微一笑，说：“笑所乖也，废所乖也。”就显得他是一个很接地气、与民相亲的一个形象。这一身简陋，甚至有些滑稽的行头，意外地成了苏轼最被后人熟知的形象。也正是苏轼这种不拘于身份的人生态度，让历代画家纷纷用画笔致敬，创作《东坡利己图》。东坡先生的到来，让儋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劝导农耕，让只以渔猎为生的儋州百姓学会耕种，得以温饱。他兴办教育，打破了当地文化的荒芜局面。他劝教民族和解平等，提出资尔汉黎均是一民的主张。东坡先生在儋州居住在光廊庵与轮江驿等地。尤其是光廊林的地势低矮潮湿，环境十分恶劣，他却乐呵呵地取名为光廊庵。在人生行走的最远处，他也寻得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小桃源。有生蚝吗？生蚝，我找大个的。哎呦，这有了。因为大的要烤着吃，小的我要煮着吃。小的有没有？哦，这些可以。再来点小的。好嘞，谢谢。好，走了。我这可是学苏轼学到的呢。大的要烤，小的要煮。啊。用酒稍微煮一煮，说要用小个的。那时候苏东坡还不让他儿子告诉北方的那边朋友呢，怕他过来吃了，他就没得吃了。现在没办法，互联网时代这消息全传开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是吧？哎呀，好，大山老师，做好了，请品尝一下我们这边生蚝的味道。哎呀，好，尝一尝。还烫着呢。哎呦，太鲜了！再来一盘。当时的儋州人烟稀少，生活条件艰苦，
但是在这样的困境中，苏轼依然能够为生蚝做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来，真不愧是个顶级的老饕，而且是在困境中依然能够活出滋味的人生探索家。林语堂先生说，苏轼最大的魅力，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，而是超出环境，以内心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。在这孤岛之上，他是如何将人生死地活成人间奇迹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将去海边。今天约了来自东坡故乡的作家阿来，我们一起聊一聊苏东坡的这片海。阿来老师，哎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大家好。上次我们在常州见面，常州吧？对对对对。这次怎么到海南了呢？我就是苏东坡的这个路啊，啊，我也是。他最后一年的路，来，但是我是反着走的。反着走。听说您现在在写一个关于他北归的一本书。但是我自己读书有一个习惯，我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我都会尽量在他们书写过的那些地方，自己也走一走，走一走。还有一个巧合，他66岁，我今年也是66岁。66哈。啊，66岁，我想觉得，哎，我们两个，年纪也一样，在这样一个年纪当中，包括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过去，可能也有一些，自我的反省啊。他在海南的这几年当中呢，也完成了他3部最有代表性的。他过去在黄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《论语》对，然后做《易经》，不是全在这儿写的，就在这里完成的。那2部是他过去由底稿在这儿来修改，但是《尚书传》大部分13卷是在这儿完成。特别想跟您聊一聊这个海南儋州这块大海，对苏轼的影响。那当然了。3次贬谪，但是呢，这是最极端的一次。对。林语堂说他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就我们说他不是说一种天生的乐观，他来的时候还是挺绝望，还是天水无气，他说任何一个世界我们看来，其实他说都是一个岛，既然周围都是海洋。无穷无尽的海洋，我无非来到这个岛，是一个相对那个世界跟中国以外小一点的一个岛而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谁不是在一个岛上呢？有一天，他看见一只蚂蚁随草叶漂浮于水洼，又终究脱困的场景，忽然让他豁然开朗。
蚂蚁眼中的滔天洪水，在自己眼中不过是一个水洼。自己眼中的海南孤岛与汪洋大海，在天地间，也无非一个水盆。所有困境都是相对的，万物皆如微尘。海让他的眼界胸怀更加开阔，岛是他在天地间的全新定位。在这里，他发现自己既可与白鹤并肩飞翔，也可与大鱼一起沉潜。那是与万物同在的大悲悯。九死难荒无不恨，自由奇绝冠平生。人生海海，山山而川，世间所有的起起伏伏，都是为了此刻的海阔天空。或许，最宽阔的地方从来不是脚下的路，而是放下以后，心灵的那一片天地。元符3年，宋徽宗继位，大赦天下。苏轼得以北归中原，次年来到常州。漂泊一生，他为何会选择常州作为终老之地？今天我们会在一幅画里得到答案。这就是闻名在外的苏轼《倚州亭图卷》。苏轼晚年呢，渡海北归，常州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他，就在当年苏轼亳州靠岸的地方建了这座倚州亭。哦，这里写的宜州亭。对，宜州亭啊。那么清代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呢，就专门到这个地方来凭吊苏轼。跟他同行的有个江苏武进的状元，叫钱维成，是个著名的画家。所以乾隆皇帝就命他根据苏轼亳州靠岸的情况，画一幅倚州亭图。这是乾隆的。哦，乾隆2次为这幅图题诗，而且亲笔把它写下来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乾隆对于苏轼啊，非常非常的推崇。那按现在的理解，乾隆就是苏轼的粉丝，绝对的铁粉。铁粉。这幅画其实很有故事，他一开始收在清宫里面，那后来清朝灭亡以后，这幅画也就流转到各个地方，在外面颠沛流离了260多年。2019年，常州的一个企业家花了7475万的这么一个巨款，把这幅画买回来了。这幅画回到常州，也带着苏轼回到了常州。重琴角冷知霜重，新木头轻感发稀。多谢残灯不闲客，孤舟一叶许相依。苏轼一生10余次踏足常州，他和这座城市感情很深。早在熙宁6年冬，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，奉命赴长润2州赈灾。抵达常州的时候，正好是大年30，城门已经关了。他不想打扰当地老百姓，
就亳州城外，在船上写下了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》这首诗。人生如寄，以舟为家，前方就是万家灯火。那座城，那些人，都与他有关。其实说上来呢，这个苏轼与常州啊，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缘分。常州又不是他的家乡，他也没在常州做过一官半职，但是一有机会，他就想回常州，回了常州就不想走，离开常州他就想回，所以在苏轼看来，那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年代，但是常州给了他一种难得的、非常珍贵的安全感。那这种安全感从何而来呢？第一方面是苏轼把常州当家，第二方面常州人也把苏轼当做自己的家人对和亲人。所以在1101年啊，这个苏轼北归的时候，当他的船进入到了这个常州境内的时候，常州的老百姓成千上万的人都跑到运河岸边，跟着这个船跑，船往前走，人也往前跑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苏轼啊，他还是一个政治的高危人物，一般人都回避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常州这个城市啊，它有一种崇文之情跟君子之风。你也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格局和格调。常州人追的星，那是苏轼。独徘徊而不去兮，倦此邦之多君子。这是苏轼写给常州好友钱公甫的文字，一言道尽自己眷恋此邦的理由。人生无常，而常州有常。生命的尾声，他终于带着一生的风尘与著述，在这个30年前就定下基础之约的常州，细览归航。这座紫藤花盛开的宅院，就是东坡终老之地。或许正是那些花开花落，给了他看破生死的大智慧。东坡一息尚存之时，专程从余杭径山寺赶来的韦林禅师，还有常州好友钱世雄，都在耳边提醒他，莫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东坡却说，着力极差。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。东坡与世长辞，带着一种转眼飘零，化作春泥的大自在。他的一生，如同一场鹰似飞鸿踏雪泥的长旅，又仿佛一次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的梦醒。也许万事都不用追赶，一切都在自己的时间里呼吸。今年我也60岁了，天天读苏轼的诗，让我理解了向死而生的真意，就是不忧老去，不惧将来，摆脱羁绊，乐活当下。大山老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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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在常州苏东坡的终老地办了一个营展。哎呦，好！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欢迎大山老师来看一看。谢谢，谢谢。很多这些地方我都认得出来，我都去过。这个是整体拍摄，我是围绕着这个苏东坡，一生
到过来人生行迹，到过来地方，从出生到终老这个地方。其实是我用这个相机拍摄苏东坡的一些和他相关的人物，当今的一些人，和他一次隔空对望跨越时空的对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今天能不能要给大山老师拍一张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这一生总会在某个时刻遇见苏东坡，也都会面临东坡之问：平生功业在何处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去登上那艘不系之舟。人心若芥子，妙高即须弥。渡海北归那年，66岁的苏轼来到金山寺妙高台，又看到了李公麟当年为他所做的画像，百感交集，提笔写下了自己的一生写照。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其实这段时间呢，一路追随着苏轼的足迹走来，那种漂泊的感觉越来越明确了。正如那句“身如不系之舟”，庄子里面有一篇叫《列渔寇》，里面有这么几句，说“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”。乌台诗案之后的20多年，他放下了蝇头为利、窝角虚名，然后追求一种什么从流飘荡、任意东西的大自在。那最后他说的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”，为什么偏偏是这3座他被贬谪去的城市，在他心目中，却成了他人生成就最高处呢？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那是他人生最受苦难的3个地方。但是他说“问汝平生功业”，恰恰是这3个地方，这就说明他说的功业啊，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建功立业。那是什么呢？他的功业是生命的功业，是精神的功业。我这辈子不如意、不得志，这个世俗的功名利禄没有，但是我是顶天立地的，我是不忧不惧的，我获得了生命本身的价值。我们生活中每个人也会碰到困难，但是你能碰到像苏轼那么多的灾难吗？他每一次灾难足以让他的人生遭受灭顶之灾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苏轼，他一直活得很快乐、很自在、很自得。苏轼不仅治愈了自己，治愈了他那个时代，也治愈了我们今天陷于这种种种苦恼中的人。从眉山出川，到黄州突围，再到常州登岸，苏轼的一生在生命之河上曲折前行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，最终超脱尘世，游江入海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，仿佛都被无形的缆绳束缚。登上这艘不系之舟，我们也在遥望心灵真正的归途。或许，这就是东坡留给我们的启示。
情可消磨。最梦见偷偷的浮生若沙木冷，遇见同路人也绝对不问，绝对不问。春花秋雨艳阳落雪洒满一地不根，眼看着茅山腐烂褪色，老成松剑书风萧瑟，无奈的天造地设。茅山终会像我的风。